2003年的初冬，内蒙古与东北交界的公路上还没积起雪，但夜风已经带着刀子似的寒意刮过光秃秃的草原时，能发出呜呜咽咽的声响，像谁在暗地里哭。二叔开了快10年长途货车，这条连接着呼伦贝尔牧区和通辽林区的路，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有多少个弯道，多少个里程碑。可那一夜，这条路在他眼里变得陌生又狰狞，像是突然活了过来，张开了黑漆漆的嘴。二叔名叫王建军，那年42岁，脸庞被常年的风沙和日光雕刻得又黑又糙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能架住蚊子。他开的是辆红色解放 G7， 车斗里常年装着从内蒙拉往东北的牛羊肉，或是从东北运到内蒙的化肥农药。驾驶室里总堆着半箱矿泉水、几袋榨菜和一床打了补丁的军大衣。跑夜路时，他最爱听评书，单田芳的《隋唐演义》能跟着哼完全本。可那晚上，评书里的英雄好汉们连影子都没出来帮他一把。那是11月初的一天，刚过立冬，天擦黑时，二叔从海拉尔装完一车冻羊肉，打算连夜赶去通辽，按正常速度，天亮前能到。出发时，货站老板还跟他打趣：“建军，今晚别开太快，听说北边那段路最近不太平，好几辆货车说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了。”二叔当时啐了口唾沫，拍着方向盘笑：“我王建军跑了10年夜路，啥妖魔鬼怪没见过，真要是来了，我让他尝尝我这撬棍的厉害。”他说的撬棍就藏在驾驶座底下，30来公分长，实心铁打的，是他跑夜路的护身符。可开出去不到3个钟头，二叔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往常这个点，就算车少，隔个把小时总能遇上辆对头车，或是远处牧民点的灯火晃一晃。可那天晚上，从他过了干盒子收费站开始，整整20分钟，眼前的公路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似的，只有他的车灯在黑黢黢的草原上劈开2道惨白的光，连只野兔子都没惊着。公路两旁的天津草长得比人高，在风里摇摇晃晃，影子投在地上，活像一群举着胳膊的人，跟着货车的影子往前追。进门了，二叔嘀咕着，伸手拧开了车载收音机，电流滋滋响了半天，好不容易调出个台，里面正放着段2人转，唱的是《回悲记》。张生和崔莺莺正诉衷肠，可那欢快的调子在空旷的夜里听着竟有些发瘆，尤其是唱到夜深深路茫茫时，二叔后脖子突然一阵发凉，赶紧把音量调大，大到震得驾驶室都嗡嗡响，才压下心里那点莫名的慌。他又把车头的远光灯、侧灯都打开，连车厢里用来照货的小射灯也拧亮了。灯光能壮胆，这是老司机们传下来的理儿。最后，他从副驾储物格里摸出个红绳串着的桃木手串，这是前年去五台山送货时，一个白胡子老道塞给他的，说此串具阳气，能避阴邪。二叔当时给了老道50块钱，心里却没当回事，随手扔在储物格里。今儿不知怎的，手指就像有自己的主意，捏着那串被摩挲得发亮的桃木珠子，一下下捻着，冰凉的木头触感倒真让心跳慢了点。就这么又往前挪了约莫12-13分钟，车灯突然扫到前方200米处，路边好像站着2个黑黢黢的影子。二叔心里一紧，脚下意识地松了油门，货车哐当一声减了速，再仔细瞅，影子旁边还停着辆打双闪的车，红黄绿3色灯在黑夜里明明灭灭，车身子斜斜地歪在路边的沟里，像是喝醉了酒的人。八成是出事了。二叔心里咯噔一下，跑长途的，谁没遇见过难处？上回他在大兴安岭里爆了胎，还是个过路的拉煤车司机帮他换的胎。
他打了右转向灯，慢慢把车往路边靠，嘴里念叨着：不管是啥情况，先看看人咋样。离得越近，看得越清楚。那是辆黑色的北京牌照 SUV， 车牌号是京 N， 前脸整个瘪了下去，保险杠像块破铁皮似的耷拉着，引擎盖被撞得翘起来，露出里面一团乱糟糟的线。安全气囊枯枯地鼓在驾驶座和副驾上，白花花的像两具没骨头的尸首。车前头的石墩子得有半人高，上面还留着些模糊的砖缝，看样子是早年路边老房子塌了剩下的地基。SUV 的前格栅正好卡在石墩子的裂缝里，像是被死死咬住了。可最让二叔纳闷的是，车旁站着的两个人，俩男的，一个看着30出头，一个40往上，都穿着深色夹克，只是夹克上沾了厚厚的泥，裤脚撕开个口子，露出的脚踝上却干干净净，连点擦伤都没有。他们的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脸上蒙着层灰，可眼睛亮得吓人，直勾勾地盯着二叔的货车，一动不动，像两尊被扔在路边的泥像。二叔把车停稳，拉上手刹，推开车门就跳了下去。草原上的夜风忽地灌进他的棉袄，冻得他一哆嗦，可他还是扯着嗓子喊：哥们儿，没事儿吧？用不用叫救护车？我车上有急救包。他一边喊，一边往 SUV 那边跑，脚下的碎石子嘎吱作响，在这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可他刚跑出4、5步，那俩男的突然动了，他们像是被按了启动键的机器人，动作僵硬地朝着二叔跑过来，嘴里发出啊啊的喊声，听着挺急。师傅，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。年轻点的那个跑在前面，声音又哑又干，像是好几天没喝水。俺们车漏油了，好像要着了，您站远点。二叔猛地刹住脚，抬头往 SUV 那边瞅，别说火苗子了，连点烟味儿都没有。车底下的草还是绿的，哪像是要着火的样子，可人家都这么说了，他也不敢硬往前冲，只能站在原地，跺着脚喊：那你们快离车远点啊，我帮你们报警。报了20多分钟了，没人接。年轻的那个跑到离二叔还有3米远的地方停下，喘着粗气说：师傅，您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您能不能捎俺们一段，往前开1个来钟头，到了甘旗卡镇，俺们自己找警察去，绝不麻烦您。二叔这才上下打量他们，年轻的那个脸瘦长，嘴唇有点发紫，眼神躲躲闪闪的；岁数大的那个圆脸看着挺憨厚，嘴角甚至还带着点笑，可那笑怎么看怎么别扭，像是硬挤出来的。俩人身上除了脏没一点伤，这就奇了，车撞成那样，人咋能一点事儿没有？二叔心里打了个问号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后腰上别着的折叠刀。你们是从北京来的？二叔盯着那 SUV 的牌照，故意拖长了调子，到这儿来干啥？俺们是附近农场的。年轻的那个赶紧接话，语速快得有点反常。农场是北京老板包的，这车是老板放在这儿的。俺们俩今晚去通辽买饲料，没瞅清路就撞了。二叔哦了一声，没再追问。他瞅着俩人冻得直搓手，虽然动作有点僵硬，心里那点疑虑慢慢被同情心压了下去。行吧，上车。他朝自己的货车努努嘴，后头有俩座，委屈你们挤挤。到了甘旗卡，你们自己找地方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俩人道着谢，脚步轻快地绕到货车驾驶室后排，拉开车门钻了进去。二叔听见砰的一声关门响，才转身回到驾驶座，心里还琢磨着，这俩人看着文绉绉的，不像坏人，可能真是吓着了。他发动了车子，货车轰隆隆地重新上路。驾驶室里一时没了话，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窗外呼呼的风声。二叔从后视镜里瞅了瞅，那俩人靠在后座上，头歪着，
像是累坏了。他想找个话头，就问：“你们农场种啥的？我咋没听说过附近有北京老板的农场，种玉米和牧草？”年轻的那个含糊地应着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。岁数大的那个还是没说话，只是盯着前面的挡风玻璃，嘴角那抹奇怪的笑还挂在脸上。二叔没再追问，心里却有点不得劲。他打开暖风，旋钮拧到最大，热空气呼呼地从出风口喷出来，很快就把驾驶室烘得暖烘烘的。他习惯性地往手心里喝了口气，白雾很快散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明明暖风开得正足，可不知咋的，后脖颈子突然窜过一股凉气，像是有人对着他脖子吹了口冰气。他皱了皱眉，伸手摸了摸出风口，烫手。暖风没毛病啊，可那股凉气越来越明显，像是从后座钻出来的，顺着座椅缝往他骨头缝里钻。你们俩冷不冷？二叔没回头，眼睛盯着前方的路。暖风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开大点。不冷，不冷。年轻的那个马上回答，声音有点发飘，挺暖和的。二叔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眼角的余光扫过后视镜，清清楚楚地看见后座那俩人的手正插在夹克兜里，压根没碰出风口，而且他们的嘴唇还是紫的，脸上一点红晕都没有，哪像是暖和的样子。不对呀，二叔嘀咕着，把自己的胳膊往出风口凑了凑，热风烫得他赶紧缩回来。这风够热的，你们咋还穿这么厚？俺们火力壮。年轻的那个说着，像是怕二叔不信，还故意挺了挺腰。可接下来的10分钟，驾驶室里的温度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似的，越来越低。二叔的哈气能在挡风玻璃上凝成白雾，他赶紧开了除雾，可玻璃上还是很快蒙上一层薄霜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冻得生疼，像是在零下30-40度的雪地里待了半小时连闷了。这暖风咋回事？二叔停下车，伸手去检查暖风开关，明明是开着的，出风口也确实在出热风，可这热风像是假的，一点暖意都没有。他甚至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，想看看外面是不是突然降温了。可外面的风虽然冷，也没到能把驾驶室冻成冰窖的地步。不行，我得停下看看。二叔重新挂了空挡，可能是暖风管道堵了，我去瞅瞅。别停！后座突然传来一声急吼，是那个年轻的。二叔吓了一跳，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俩人不知啥时候坐直了身子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嘴角的笑没了，脸色青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。为啥不能停？二叔的火也上来了。我车坏了，不修咋走？你们想冻死在半道上？不用修，不冷。年轻的那个声音发颤，像是在使劲憋着什么。真的不冷。师傅您赶紧开吧，我看你是冻糊涂了。二叔说着已经开始踩刹车，货车的速度慢慢降了下来。我停2分钟，看看就走，耽误不了事。你不听是吧？突然，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岁数大的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又粗又哑，像是嗓子里卡了沙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停车，俺们就掐死你。这话像一道雷，在二叔脑子里炸开了。他猛地回头，正撞见那岁数大的瞪着他，眼睛里白多黑少，脸上的肉抽搐着，哪还有半点憨厚的样子。二叔心里一紧，手下意识地往驾驶座底下摸，那里藏着他的撬棍。可手刚碰到冰凉的铁棍，一只手突然从后座伸过来，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那手冷得不像话，不是冬天里正常的凉，是像冰窖里冻了10年的冰疙瘩，寒气顺着脖子往5脏6腑里钻。二叔觉得自己的气管都要冻僵了，喘不上气来，眼前阵阵发黑。他拼命挣扎，想掰开那只手，
可那手像铁钳似的，纹丝不动。你们是啥东西？二叔用尽全身力气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。他借着挡风玻璃反射的光，看清了后座那俩人的脸。年轻的那个脸色青黑，嘴唇紫得像茄子，眼睛里一点神采都没有。岁数大的那个更吓人，脸上的皮肤像是泡发了的纸，泛着灰绿色，嘴角甚至流下来一点黑乎乎的东西，不知是啥。别停，开快点！岁数大的那个凑近他耳边，声音冷得像冰碴子。带俺们出了这片草原，到了林子就走。二叔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赶紧开，往有林子的地方开。他记得，往前再走35公里，就是一片松树林，那是内蒙草原和东北林区的交界。过了那片林子，就到通辽地界了。他猛地踩下油门，货车“嗷”的一声冲了出去，轮胎在路面上打滑，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。牵着脖子的手松了点，但那股寒气还在，像条冰蛇似的缠着他。二叔不敢再回头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，双手把方向盘攥得发白。仪表盘上的时速表指针不知不觉爬到了80。这在坑坑洼洼的草原公路上已经是玩命的速度了。这一路没人在说话，驾驶室里冷得像冰窖。二叔的眉毛和睫毛上都结了层白霜，他甚至能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。后座那俩人像是又睡着了，一动不动。可二叔总觉得有2道阴冷的目光正死死盯着他的后脑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前方终于出现了黑压压的影子，是成片的松树，夜风穿过松针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，比草原上的风声听起来踏实多了。二叔像是看见救星，嘶哑着嗓子喊：“到林子了，你们下车！”他一脚踩在刹车上，货车吱呀一声停在路边，后门砰地被推开。那俩人啥也没说，一前一后钻进了树林，身影瞬间就被黑漆漆的树影吞没了，连点脚步声都没留下。二叔趴在方向盘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后背的冷汗把棉袄都湿透了，冻得他直打哆嗦。他缓了足足5分钟，才敢抬头看后视镜，后座空荡荡的，像是从来没人坐过。可那股子深入骨髓的寒气，还有脖子上残留的冰凉触感，都在告诉他，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是梦。他哆哆嗦嗦地发动了车子，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货车刚开出没2公里，一道刺眼的远光灯突然从后面射了过来，紧接着一辆黑色奥迪 A6嗖的一下从旁边超了过去，然后猛地一脚刹车，横在了他前面。二叔吓了一跳，赶紧踩刹车，货车嘎吱一声停在奥迪后面。他心里发慌，这又是啥情况？遇上劫道的了。奥迪车门打开，下来3个人，2个4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夹克，看着挺精干，还有个50来岁的妇女，穿着蓝布褂子，裤脚沾着泥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可眼神挺亮。扫了一眼二叔的货车，径直就朝驾驶室走了过来。那俩男人跟在他身后，腰微微弓着，像是挺怕他。师傅，你见这俩人没？妇女开口了，声音又高又脆，带着股子东北和内蒙混在一起的口音。一老一少，穿黑夹克，从北京来的。二叔愣了愣，见着了，刚在前面树林子下车了。你们是？那是俺家养的俩东西的。妇女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快步走到驾驶室门口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二叔的脖子。他们没伤着你吧？伤倒是没伤。二叔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，这一摸吓了他一跳，脖子上好像有点肿，还麻麻痒痒的。他赶紧凑到后视镜前一看，差点没叫出声来。脖子左侧赫然印着个巴掌大的紫黑色印子，形状怪得很。
5个指印清晰可见，却比正常人的手小一圈，指尖尖尖的，像是某种野兽的爪子。这是咋回事？二叔的声音都抖了。让他们摸着了呗。妇女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个黄纸叠的三角形玩意儿，递给他，拿着，往前开3里地，找个背风的地方，把这东西烧了，冲点水喝下去，明儿这印子就不肿了，1个月就能消透。二叔愣愣地接过黄纸，纸硬邦邦的，像是浸过什么东西，还带着股淡淡的草药味。他们到底是啥？他忍不住问。妇女看了看旁边的树林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俩黄皮子黄鼠狼修成的，平时跟俺守着个山神庙，前儿个不知咋的跑出来了，专找夜路司机缠。要不是俺们追得快，指不定还得祸害人。”二叔听得头皮发麻，说不出话来。那妇女又叮嘱了句：“赶紧烧了喝，别不当回事。”就转身回了奥迪。那俩男人朝二叔点了点头，也跟着上了车。奥迪嗖地一下开远了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，像是从没出现过。二叔握着那叠黄纸，手还在抖，他不敢耽搁，往前开了3里地，找了个避风的土坡，下车把黄纸点燃，火苗腾地蹿起来，没冒烟，只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。他等纸烧成灰，用矿泉水冲了，捏着鼻子灌了下去。水有点苦，还有点涩。喝完水，他再摸脖子，那麻痒的感觉好像真的轻了点。他不敢再耽搁，一脚油门，货车朝着甘旗卡镇的方向开去。一路上，连后视镜都不敢再看一眼。第2天下午，二叔送完货，按原路返回，路过昨晚出事的地方时，他特意放慢了车速，仔仔细细地瞅了瞅路边，哪有什么撞坏的 SUV， 哪有什么半人高的石墩子，路边只有一片平平的草地，连点车辙印都没有，像是昨晚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，只是他做的一场噩梦。可脖子上那个紫黑色的爪印，实实在在地提醒了他不是梦。1个月后，印子才彻底消下去，但二叔再也没跑过那条夜路。他逢人就说这事，听的人有的啧啧称奇，有的骂他吹牛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个初冬的夜晚，内蒙草原上的风有多冷，那只掐在脖子上的手有多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